赵旭呢，他的确是犯了错误，可是我想，请大家能不能换位思考一下？如果说犯这个错误的人是我们在座的各位，那么各位是希望律所来共同承担，还是由自己本人承担呢？罗律，我有话直说了，我觉得您这是妇人之仁。赵旭犯的错，让我们来买单。我觉得，大家心里面其实都拘着面子，不好意思说，心里都不痛快。人家新官上任，都想着给大家发点福利，增加凝聚力。您一来就让我们交罚款，人心向背啊，是吧？丽娜，你说说。我懂你们的意思，我也不想自己掏腰包，但是赵旭毕竟还很年轻，我怕他会想不开。哎呀，丽娜，你就别说了啊，你就说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吧啊！反正我认为啊，我们应该向赵旭追偿啊，不然赏罚就不分明了嘛，对不对？来，大家伙举手吧，举手表决吧。举手之前，我想再说几句。各位，这件事情如果让律师个人承担赔偿，那就等于是让律师个人承担所有的风险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以后律所的律师，谁还愿意接有难度、有挑战性的案子？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，有赚有赔，我们也要赔得起、赚得起嘛。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应该齐心协力向前看，齐心协力拿下柯东。今天我也正好向大家通报一下，柯东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并购计划，涉及到几万个专利，这是一笔非常庞大的专利资产。柯东签下来了？会签下来的。那要是签不下来呢？你去看看。我们继续讨论。黛西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没事儿，我可能吃坏东西了吧。谢谢，丽娜姐，我没事儿，你赶紧回去开会去吧。你真没事啊？没事儿。您好，焦总。以后叫焦恩哥。焦恩哥，你说。我听说了一些你们律所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罗老师，会议纪要我已经帮您整理好了。黛西，你怎么了？生病了吗？没有，我就刚才那一阵儿，我现在已经好了。你是有什么事儿找我吗？没有。那我看你一早就在我办公室门口晃悠。啊，您昨天不是说我以后接您的秘书吗？所以我就出现在那里。哦，对，今天一早来了就一堆事儿没顾上。这样，我让丽娜马上发一个行政公告，主任助理兼秘书。这个头衔你还喜欢吗？谢谢。可是我怎么还是觉得你好像不太高兴。没有，您以前不老还说我不大稳重吗？那我现在就去搬东西，然后搬到这里来，好吗？好。
黛西，你怎么了？脸色好像不太好啊。没有吧？可能是因为这2天有点累。哎，你说罗宾他到底怎么想的呀？怎么一上任就赔钱啊？你看你这话问的，让人黛西都没法回答了。我怎么觉得是顾姐给咱们所埋的雷呢？不太可能啊，这事儿都过去2年了，顾姐怎么可能埋这种雷呢？再说了，他要炸肯定先炸他自己红人啊，他怎么可能算得到罗宾这么局气，替赵旭扛着这件事儿？对呀，赵旭是顾杰的红人，他干嘛不去求顾杰呀？顾杰他压根儿不认啊！你们是没看见，他一大早就堵在罗宾办公室门口。罗宾今儿要是不答应，他可能就没法活了。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咱们估计得过苦日子了。对，可能以后圆珠笔都得自己买。黛西，你怎么了？你要走吗？没有啊，那你干嘛收拾东西啊？我以后要换个工位了。嗨，嗨，你觉得大家被你的愿景说服了？我觉得他们都在观望。如果你把柯东签下来，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；但如果你签不下，这件事情不讨论了。你还对什么有看法？秘书，以前高级合伙人都配有秘书，现在律所明确规定，秘书的费用由团队承担。那团队肯定会砍掉秘书，然后就会由实习生和助理兼秘书做以前秘书做的工作。这件事情是会上定的，你当时在场，你为什么不反对？当时在开会，我不想当着大家的面跟你唱反调。那以后会上不说的，会后也不要说。罗宾，你膨胀了，别人的意见你听不进去了。如果我当了主任，还事事都要听别人的，那为什么让我来做主任？由别人来做好了。喂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这事情不讨论了。焦恩问你今天有没有时间打场球？今天吗？几点钟？下午先打球，然后一起共进晚餐。我觉得他是有重要的事情想当面跟你说，但是又不想太正式。好啊，没问题。你跟他说，我随时都可以。那你打球的装备？我车里就有。谢谢，我这就跟他说。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？我感觉他是想单独约你。你把我今天后面的事情全部都推掉。啊，我不知道你后面安排了什么事情。你问丽娜，她知道。哦，好。然后把这个给她，我不需要了。嗯。嗨，焦恩，杨帆跟我说了，我没问题。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出门？我都可以，看你。好，没问题。那我们晚会儿见。进来，丽娜姐，罗宾老师说让你把他后面的行程全部都推掉，还有这个。什么意思啊？他是都没看上，还是不打算找新秘书了？你别去，他现在正在打电话。他必须要找秘书，我不可能一直替他兼着。他现在有新秘书了。
谁啊？我现在是他的主任助理兼行政秘书。他怎么没跟我说呢？可能是因为没顾得上吧。算了，我也不跟他生这个气。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哎，丽娜姐，这事儿很严重吗？严重，当然严重。能有多严重啊？说到底，这个案子是赵旭老师2年之前做的，那个时候罗老师他还没有成为主任呢。那不管，是在他当主任的时候爆出来的。别人会说，怎么别人当主任的时候没事儿，你一来就有事儿？你俩是不是吵架了？我刚刚坐我在那里没有跟他吵架，我是在跟他说，如果他一上任就要赔出1000万的话，那必然难以服众。他跟我说，一白遮百丑，只要能把柯东签下来，别人就不会说什么。哎，你待会儿也去劝劝他，万一这个柯东签不下来呢？那就签别的呗。哪有那么容易？你以为那么多大客户，所有的大客户都有主了？这个柯东也是因为刚刚换了一个法务，所以我们才有机会。哎，丽娜姐，如果真的签不下来呢？呸呸呸，乌鸦嘴！要真的签不下来，要不然咱们锁关门，要不然罗宾走人。所以我才跟他吵。你以为呢？很多律所都是这么散伙的。希望罗宾能够搞定焦恩，签下柯东，一白遮百丑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在发抖啊？这么热的天儿，你怎么会发抖？没有，没事儿。是不是生病了？没有，丽娜姐，我没什么事儿。我东西已经给你了，我就先走了。怎么样？跟罗宾说了吧？实在是，他办公室人太多了，络绎不绝的我。我就知道你没说。其实你说不出口的，你也没有办法去面对焦恩，对吧？我想好了，我打算辞职。辞职？你现在辞职啊？我当初要去留学，我让你辞职跟我一块儿去，你都不去。你现在辞职？不是的，我主要是你不想让罗宾为难，对吧？我知道，罗宾现在刚刚当了主任，他不能像以前那么任性了。以前可以说翻脸就翻脸，大不了这个钱他不挣了。可现在呢？现在不一样了，他得为整个律所的业绩负责任。大家伙都要吃饭，砸自己的饭碗那叫个性，砸别人的呢，别人要是不同意，他自己的位置就不保。所以你不想为难他，你也不想为难你自己，索性你就辞职，成全别人。我说对吗？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？那之前说好的恶有恶报，一定要让坏人付出代价，那就是说说而已了。谢谢啊！我看过您的一个采访，您曾经说过一定要让坏人付出代价，他们现在还在害人。他们在害更多的人，更多像您父亲这样的老人。您真的可以这么无动于衷，假装什么都没有看见吗？您真的就可以这么说服自己，说这事儿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我主要是管不了。您怎么知道您管不了呢？你以为我是因为钱才跟他们签这个保密协议吗？
是他们在威胁我。他们问我要文的还是要武的，要文的就跟他律师去谈，要武的让我跟保险公司去谈，还告诉我多给我家人跟孩子买几份人身意外保险。好球！好！罗律师，球打得不错呀。您打得也很好，女选手里面应该很少有人能打过您。哪里？哎，进步特别大。哎，啊，哎，我太太的意思啊，这个合同就跟你们公司签了。谢谢焦太太。来，哎，你就不问问为什么吗？难道不是为了我们可以经常在一起打球吗？难道你们只跟客户打球啊？开个玩笑。您说。我听说你们的事儿了，你们律所一个离职的律师给人办错了一个案子，得赔客户好多钱。您的消息可真灵通。实不相瞒，找你们之前，我们有10个候选律所，我就跟焦恩说，让他挨个接触一下。接触下来，我们又综合一评估呢，还剩下3个。他就说，剩下的让我亲自见一见。啊，是这样，我们家所有的大事儿，都是我太太做主。好男人。那2个我已经见了，也相当不错，能力啊、资源啊各方面啊。可是呢，有个人找焦恩打你的小报告，他说你这个人有点妇人之仁，焦恩就犹豫了。可我说，什么叫妇人之仁啊？这叫宅心仁厚啊！所以啊，我就临时约了这场球，2个人认识一下，加深一下印象，是吧？那这么说，我还得感谢那个打小报告呢。对，那咱们合作愉快。来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谢谢。你以为我是因为钱才跟他们签这个保密协议吗？是他们在威胁我。他们问我要文的还是要武的，要文的就跟他律师去谈，要武的让我跟保险公司去谈，还告诉我多给我家人跟孩子买几份人身意外保险。姐，你跟王丽说一声，我真的不是故意把他推掉的，我真的是临时有急事儿。你跟他说，那明天来找我，我在办公室等他。你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特别重要，生死攸关啊！别胡说八道，我打听过了，你去打球了。我是去打球了，不过幸亏我会打球。我如果不会打球的话，这么大客户我都接不下来呢。满嘴跑火车。我发誓，我说的全是实话，包括标点符号。行。那王丽什么时候上班啊？直接来上班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要面试他呀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来他总得谈谈条件吧，是吧？谈谈条件，看看干什么，然后把这个聘任合同给签了。高级合伙人协议啊？不可能，一来就高级合伙人啊！罗宾，我从来没有为难过你，是不是？我房子首付不够，我也没为难过你啊！我跟你张过嘴吗？是，我懂了，姐，你对我最好，你一向深明大义。谈不上，最多是举贤不避亲。是，举贤是可以不避亲，但是这王丽也没闲到让咱这么举着吧。反正我好不容易张回嘴，哎，你要是大义灭亲的话，那今天就当我晚上是来给你添乱的。本来以为你当个主任吧，大家都能沾个光，看来我是想多了。姐，这事儿我不是说我不答应，那你答应了？
你答应了？你答应了哦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泡咖啡啊？你晚上喝咖啡，今天晚上不准备睡觉了？我是说问你喝不喝？我晚上喝什么咖啡啊？我有病啊！其实我不跟你开玩笑啊。我想跟你说的是，是我现在是当了律所的主任，但是这并不代表律所所有的事儿都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。我觉得这件事情你真的能说了算。好，就算我能说了算，可是这对大家不公平啊！你一来你就当高级合伙人，大家内心不服。我跟你讲，你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你做什么，哎，那些不服你的人，到最后他还是会不服的。可是我自己得服我自己呀，我总不能做一个事儿，连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特差劲吧？罗宾，王丽有那么差吗？他原来是顾杰的高级合伙人，好不好？就是因为丢了客户了，他不好意思，脸皮薄，不好待下去了。哎，丢客户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呀，你欠他的。我是不会无缘无故找人求人帮忙的啊，你欠的你得还。好，那咱这样，你看行不行？如果说王丽来我们律所，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大客户，罗琦，我告诉你过分了啊！我已经退了一步了，再退一步，后面就是万丈深渊，我就会掉下去。你舍得让我坠落吗？坠落？我觉得王丽是来拯救你的。瞧你们这群人傻了吧唧的。对我们都傻，就他聪明。我给你叫辆车啊。你答应了啊？你包呢？我这是为你好。你看啊，我现在是在和你协商，但如果你不同意，那我们只能是报案了。我已经报过案了。齐家保健品涉嫌非法传销犯罪，虚假广告犯罪。我提醒你一下啊，毁坏商誉罪，可以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或者拘役，并处罚金。你在吓唬我的助理？没有，我在说服他，让他认个小错。只要他认了，你就抓住了把柄，把他捏在手里，然后说：“你看，你的这个错得坐牢。”喂。啊，我马上过来。啊。罗老师，你做得很对，但是在下次做之前，能不能先跟我打一声招呼呢？我是看您昨天在陪重要的客户，然后我就心想说，如果我跟您说，您肯定没时间听，我就自己先发网上了。我真的没想到它发酵那么快。你记住，以后任何人让你认错，不管是威胁你还是利诱你，都别认。把我的名片随身携带，不管是谁，都跟他们说，请跟我的律师谈。一会儿柯东的人过来，你做一下会议纪要。你怎么了？你还好吧？
我今天好像有点身体不大舒服。那要不要陪你去医院看看？不用。我应该就是昨天一宿没睡觉的原因吧。那今天回家休息吧。嗯。啊，你等一下，我让马师傅送你回去。不用，我自己叫滴滴就行了。马师傅，辛苦你送一下黛西回家，她马上下楼，她会在楼下等你。喂，焦恩他们马上就到。好，那你们抓紧准备一下，我们就在大会议室吧。好。来了。罗宾打电话说你病了，我来看看你。可能是因为我熬了一整夜，有点累了吧，没什么事儿。你这就是惊恐障碍。是被廖主任给吓的。他今天一大早就来我们律所，他吓唬我，他让我撤诉，让我发声明，不然就要报案。哎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齐老板被抓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今天早上。其实警察早就盯着他们了，但是你昨天发那篇东西成了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我说呢。廖主任跟我们说话说了一半，接了个电话就走了。太好了。那个，你的事儿，你要是不愿意跟罗宾去说，要不然我去帮你说吧。我的事儿你别掺和，啊！这现在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了，这也是我的事儿啊。那我现在也有权利去选择我将要去追随的人，对吧？那罗宾如果见利忘义，他眼里只有客户没有公正，我为什么要跟着他呀？麦飞，嗯，你听我说，罗宾，他不是那种人，他非常的值得追随。你看啊，你知道罗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也很了解他，那你为什么自己不跟他说呢？我们所里遇到了一些危机，所以不管遇到什么危机，你得告诉罗宾，因为这是你对他的价值。如果我是罗宾啊，你对我隐瞒了如此重大的信息，就算你是为了我好，我也不会再信任你了。你之前不说呢，因为这是你的隐私，
可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。你要知道，一旦签约，这会牵扯到很多人。你要告诉罗宾，他即将要面对的合作对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罗宾需要知道，这也是你对他的义务。我们要相信罗宾，他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你还是没有说服我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焦恩这样的客户？他人品有问题。人品有问题不是理由。存在利益冲突。跟谁？我。林小玲，开门！你怎么不开门啊你？你怎么了？焦恩老师，回来了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想告诉我，我们不应该跟这样的人合作。是的。对不起，我不能答应你。为什么？他这样的人就应该受到惩罚。受到什么惩罚？如果我按照你说的做，受到惩罚的是我们。我们要签的是柯东，而焦恩是柯东的首席法务官。我们不签对他没有任何损失，他马上可以成为别的律所的座上宾，而对于我们而言，我们却丢了一个大客户。可是我做不到，罗老师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。我每天坐在您的办公室门口，我看着他以一个大客户的身份在那里进进出出。那你可以辞职，你为什么不辞职呢？你不就想躲他一辈子吗？我只是不想再见到这个人。不想见到这个人就是在躲。你从上大学到现在一直在躲，你想躲到什么时候呢？我当时21岁，21岁我真的不知道我除了躲我还能干什么。我现在已经可以面对他了，所以，我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来。我才会原原本本的告诉你，焦恩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然后呢？我知道，我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现在律所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危机。其实我这2天我一直在犹豫，我要不要把这个话跟你说。我知道一个大客户对我们律所来说意味着什么。所以你以为你跟我说了，我就一定会站在你这一边？给焦恩打个电话说，对不起，像你这种人渣，我们是不会跟你合作的，是吗？你太幼稚了吧？你多大了？如果你刚来律所，我还可以理解，现在呢？你的成长在哪儿？你以为这样真的能解决问题吗？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办法答应你。不要在我这儿哭好吗？
而焦恩是柯东的首席法务官，我们不签对他没有任何损失，他马上可以成为别的律所的座上宾。而对于我们而言，我们却丢了一个大客户。可是我做不到，罗老师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。黛西，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我问了孟小雨，我和她没有什么联系啊。她有你的微信，她看了你的朋友圈，你们还有共同的好友。我看了好多年心理医生，医生建议我放下。我们的医生好像不大一样。你的医生建议什么？面对。那要不要我介绍我的医生给你？不用，我的医生是最好的。是吗？他叫什么名字？我要不要帮你打听打听？自己才是最好的心理医生。